想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哦。不敢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细干霜，望明月，心里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烟一笔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高渐离，上次是轻敌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他的对手是我。你退下。想不到是白凤，情况变得完全不同了。白凤据传在魏庄手下实力第一，虽然没有证实过，但是他比尹福绝对要可怕很多。无论如何，我会救出天明。现在是一胜一负的局面，你们还有一次机会，这场战斗的结果将决定他的命运，以及你们所有人的。看来魏庄对白凤的实力很有信心。这是一场生死之战，胜负难料啊！水寒剑排名第7，不知道用水寒剑的人可以排名第几？对于剑客而言，任何排名都很可笑。哦，剑下只有生死，如果你死了，就算排名第2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啊，活的第1，死的第2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有点为你担心了。因为我的速度从来就是第1。送命的速度吗？但愿你的剑法比你的口才好一些。太慢了，好快！这场比试会很有趣，如果你足够努力的话。结论，别下得太早。没想到你的剑这么慢。
凤的轻功果然了得。小高的水寒剑以轻巧迅疾见长，但却似乎还是比不上白凤。小高，这就是你的速度？让人有点失望啊！如果你根本追不上对手，那你要怎么打败他？只要追上你，就可以杀了你吗？这个世上没有人能追上白凤。那只是为你赢得做我对手的机会。一个只会逃跑的人，怎么会有对手？聪明的花招。你已经这么狼狈了，实在很难想象，如果我出手的话。不要上当哦。左边。猜错了。怎么会同时出现2个白凤？幻影？难道是幻觉？这才不是幻术呢。所有人都会以为那是幻觉，其实2个都是他。不管哪一个是实，哪一个是虚。我只知道你手中只有1把剑，你只能向其中1个发出攻击。一次只能攻击1个人，那么2次呢？攻击2次？水寒剑之所以薄而细巧，因为它会给敌人最直接的攻击。每一把剑都有自己的选择，和人一样。要使用传说中的易水寒吗？你的剑就是你自己。怎么可能？居然被刺到了！这世上没有人能追上白凤的速度，除非他为了增加出剑的速度，竟然是用舍弃防守的极端招数。易水寒。这世上最危险的东西，不只会伤别人，还会伤自己。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剑上，才能发挥出最完全的攻击。这才是易水寒。易水寒果然厉害，可惜他的对手是白凤。你以为这样会有什么改变吗？他不会在一开始就发挥出自己的真正实力，这是他的缺点，也是他的优点。我说过，你太慢了。就算你能同时攻击2个，那么你能同时对付6个人吗？什么？这次是6个吗？凤舞6幻。没见他使用过这招数。过早使用易水寒，这是高渐离最大的败笔。没想到你的剑这么慢。
易水寒的攻击是全方位的，不会给对方有出手的机会。为什么我舍弃了防守，竟然反被他利用？明明没有看见他出手，难道……白凤手中的是……现在才发现他还真是迟钝呢。他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羽刃，像羽毛一样轻柔，却锋利如刀。竟然使用暗器！羽刃并非暗器，作为一种武器，只不过大部分人看不见而已。看起来他好像有点认真哦。舍弃防守，就注定你会输给我。他是怎么发现的？你不知道吗？羽毛总是随风而飘。它可以知道寒流的动向，通过它，我能看见你最弱的地方。不好，易水寒的弱点被识破了。易水寒的剑气虽然没有破绽，但是暴风中最平静的地方，却往往是风的源头。在万里高空中，把握风的动向，才能驾驭它。你用这种招数对付能驾驭风的我，这是你最失策的地方。你招数的弱点，恰恰就是在水寒剑刃的另一侧，他全力攻击所投下的阴影背后。剑刃的另一侧，普通人根本无法发现的毫厘间的一丝空隙，对于白凤却已经足够。水寒剑刃的背后。和易水寒相反，快到极点的速度，使凤舞六环拥有完美的防守，在蛰伏中等待一瞬间的重生。羽阵不过是障眼法，他的羽刃才是凤舞六环的关键，一旦出手，就是最致命的一击。这场攻击和防守之间的较量，高渐离被寒毒所伤，撑不了多久。你们这帮坏人只会耍卑鄙手段！好可爱的小鬼，脖子上的脑袋都快保不住了，口气还那么嚣张。背后的破绽，竟然被……
客官，快些进来吧，外面风雪太大，里面暖和。这么冷的大雪天赶路，快喝杯热酒，暖暖筋骨。小店里有燕国最有力道的烈云烧，客官要不要尝一尝？你是高渐离？客官，这位高先生可是我们燕国赫赫有名的。伙计，客官有何吩咐？你说你们这里的酒好？有10年的烈云烧，虽不敢说有多名贵，但是论力道，那绝对是。打10斤，给他。快去！立马就上。你来找我？听说你的酒量很好。我从不和陌生人喝酒。我从秦国来。我在秦国没有朋友。你的这位朋友姓邝。姓邝？他可算是你的朋友？你是受人之托？不远千里。好酒来啦！果然是好酒。那我先干为敬。好。